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看到具有宗教含义的五重塔，是不是很容易联想到古色古香的京都？五重塔通常是孤立于其他建筑的高度，给人一种孤独与静谧的感觉。五重塔为什么有五层？是因为象征着佛教的五大元素，也因为浓浓的宗教意涵，五重塔常会让人联想到精神的提升，无形中变成一种让人平静的力量。分享京都市间具有五重塔建筑的寺院：东寺、御寺仁和寺、醍醐寺以及法官寺。看看这些让人心情平静的建筑背后有哪些吸引人的小故事。如果要从五重塔作为主要的欣赏视角，那一定要提到东寺的五重塔。这里是日本最高的木造塔。东寺的全名是教王护国寺，建于西元796年，是平安时代的重要遗产。这座寺院原本是为了保护首都平安京而建的，后来在823年由空海大师接管，成为真言宗的总本山。东寺的建筑群代表了最传统的日本风格，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。金堂于1603年重建，里面安置药师如来及菩萨，象征佛教的智慧与慈悲。讲堂是1491年重建的，里面树立着独特教义的佛像。旁边的玉隐堂则是1379年重建的，每天早晨都会举行法事。秋天的时候来到东寺，一定不能错过朴丹池水面倒映的五重塔，加上枫叶的多层次色彩，是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京都美景。五重塔建于826年，历经多次火灾后，于1644年由德川家光重建，塔高55公尺。是日本最高的木造塔。这座塔象征着佛教的五大元素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。每一层都对应不同的意义。里层代表地，逐层向上；水对应塔身，火对应力，风对应顷花。最顶层的空代表着宇宙的无限。塔的内部只有在限定期间内有开放参观，里面供奉佛像。日本地震很多，
五重塔却从没因为地震而损害过，这都要归功于高超的建筑工艺技术。远看优美，近看震撼。简单的一间建筑，却值得花很多时间细细欣赏。除了秋天的红叶，春天也是赏樱的好地方。四季变换的外衣，只为衬托这座塔中之王。位于京都市右京区的御室人和寺，是真言宗御室派的大本山，也是京都17处世界遗产中的其中一处。门口巨大的二王门是重要文化遗产，建于1637年。左右两侧的金刚力士，就像是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寺。进门左手边是御殿建筑群及皇室庭院。人和寺建于888年，由宇多天皇建立，受到历代天皇厚爱，所以住持也多具有皇室身份。这一区的建筑也具有古代宫殿的风格，除了书院内部的豪华装饰，雅致的庭园景色也不能错过。离开皇室庭院，走过正在整修的中门，会到达内部的建筑群。金堂是人和寺的正殿，是现存最古老紫宸殿，体现当时的官殿建筑风格。里面有阿弥陀三尊像和四大天王像，不定期对外展示。玉隐堂和观音堂内保存许多佛像，建筑外观也有很多值得欣赏的细节，搭配植栽，整区根本就是快门杀手。这里是赏樱圣地，名胜玉室樱是樱花之中花期较晚的品种。
所以春天的时候，很多人会在这里拍摄被樱花包围的五重塔。这座塔高达36公尺，是仁和市的象征之一，也是市内最具视觉震撼力的存在。五重塔建于1644年，塔身和东市的五重塔风格一样，都是上下层大小一致的建筑设计。和东市五重塔周围的景色不同的是，这里的五重塔被充裕的绿荫环绕。虽然少了水池倒映的优雅，却多了颜色对比的张力。夕阳落下的剪影，却减不了一时的威严震撼。这里不只是一座寺庙、一栋建筑，而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瑰宝。在这里每走一步，心境就多一分平静和愉悦。之前的影片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分享了醍醐寺，但这里的五重塔具有特别的地位，值得再深入的介绍一次哦。醍醐寺创建于西元874年，由真言宗的开山祖师李元大师所建立，是京都17处世界遗产中的其中一处。醍醐寺的建筑群分成上醍醐和下醍醐。下醍醐的主要建筑有金堂、五重塔和三宝院，而上醍醐则是修行的圣地。位在嘉南区的五重塔，建于951年，是京都现存最古老的五重塔。塔高38公尺，塔顶13公尺的相轮约占全塔高度的1/3，尽显平安时代佛塔的精湛工艺。塔的内部绘画被指定为国宝，象征宗教的教义，只可惜没有开放参观。塔身越上层越小，从下往上看，会有向上无限延伸的视觉效果。五重的宗教含义，代表佛教中的5大元素，也展现了日本传统建筑的独特美学。往深处走，会到变天堂。这里供奉艺术与知识女神辩才天。变天堂建于1930年，
以纪念醍醐天皇逝世满1000年。入秋后，枫叶与银杏叶红黄交映，让这区成为经典的拍照打卡胜地。也许是水池透露的灵气，这里的氛围和五重塔的阳刚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只有几步路的距离，却有2种对立的感受。但要论和五重塔的阳刚有对立感受的地方，当属另一个特别名胜三宝院。三宝院就位在一进大门的左手边，是国家特别史迹。始建于1115年，由第14代住持兴建，作为起居使用。现在看到的建筑是丰臣秀吉于1598年重建而成。三宝指的是佛教概念佛、法、僧。院内呈现让人平静的气氛，融合了日本庭园的传统美学，是观赏和冥想的绝佳场所。1598年，丰臣秀吉举办了有名的赏樱盛会醍醐花宴，并亲自设计改建了三宝院。除了庭院，室内的装潢风格也颇有看头，壁画及拉门绘都出自大师之手，有许多细致入微的精巧。坐在表书院前的园侧，看着秀气优雅的庭园发呆，感叹这里的迷人景色，让人忘却了都市的喧嚣，回归到自然与心灵的和谐。如果说要选一张代表京都的照片，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站在背景是五重塔的2年版这个角度，因为这个角度最能传递京都那股古色古香的氛围，因此成为经典的画面。不过也就是太经典了，加上旁边还有个必去的景点清水寺，所以这里总是充满人潮。为了避开人潮，我通常会在清晨或是晚上人潮散去的时候才会来这里走走。也因为是在这种时段过来，我从来没有机会进去看看。这座五重塔所在的位置是法官寺，不过更多人知道的是它的另一个名字八坂塔。这座塔高46公尺，像是融入到东山地区的街景，成为京都独一无二的风景。
在奇缘吃完晚饭后过来，穿过八坂神社，欣赏一下点亮灯笼的舞殿，沿着下河圆通就会走到八坂塔。在无人的2年坂走走，这是白天绝对没有的体验。全世界唯一一家榻榻米的星巴克，夜晚就像沉睡的美人，无声却又充满魅力。夜晚走在这里，像是独占这片复古的街区，感受京都最真实而极静的面貌。走在京都街头，如果不小心迷路，你会不会借助五重塔的地标作为环境中的定位呢？而看到塔头的那一刻，是不是就带来了安心的感觉？这座建筑顿时好像超越了物理意义，提供了精神的支持。五重塔就是那么的神奇。如果你也喜欢京都那些特色的建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发掘更多京都旅游的乐趣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